Hello， 大家好，我是猫哥，今天要跟大家开箱我的一个新的Chanel包包。虽然说是开箱新的Chanel包包，但是其实这个包包是2019年，老佛爷卡尔他其实我觉得算是他最后一年出来的，也算告别作之一的一场秀里面的作品。所以我基本上呢是在一个时尚的二手精品网站上购买的，是美国的 RealReal。那在开箱这个包包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绍这一场秀。这场秀呢是2019年的 Cruise 或是称为 Resort 度假系列。大家都知道，其实老佛爷卡尔他的最后一年就是2019年。那这场秀呢，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有 Chanel 的它的代表性的意义。原因是因为呢，它承接了 Chanel 的过去，就是 Coco Chanel 的精神跟它的一些喜好，都注入在这场秀里面。第二个呢是，其实他是老佛爷，他带着新的Chanel 的未来的掌门人，就是 Virginie， 他们一起就是做谢幕的一场秀。那这场秀非常有趣的是呢，讲到这场秀，要先给大家看一张图，有没有很厉害？很夸张吧？他们的这场秀呢，既然是在一个大型的邮轮上进行的。而且很妙的是哦，他是把这个邮轮搬到就是巴黎大皇宫里面去，他们打造了一个跟邮轮一模一样大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个邮轮是可以上去的，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宾客呢都是在这个邮轮上面欣赏这一场秀，然后参加他的 party， 我觉得非常非常酷。那讲到这场秀呢，大家就会觉得说，老佛爷怎么会有这个 inspiration 嘛？所以一定要讲一下 inspiration 的。他的 inspiration 大概有来自于几个，第一个其实是我觉得老佛爷当时的身体应该已经不太好了，所以他应该是想要承接 Coco Chanel 女士的一些精神，然后包含把她过去的一些的设计再融到新的设计里面。那我觉得这场秀很经典的是，它放了法国海军风的一个元素进来。其实 Coco Chanel 女士在1917年的时候就她就是被法国海军的这个元素被怎么讲启发了，所以她就设计了当时女装里面带入了法国海军的这个元素进去。然后这是她第一个融入的部分。那其实她自己 Coco 女士平常的穿着呢，也很热爱就是那种条纹的穿着，就是那种海军风的那种 style， 其实也可以放在就是 Coco 女士的穿衣的日常。那当然这样子的元素在这场秀里面，等一下大家也会看到类似的一个设计。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老佛爷希望他的这些宾客啊，包含他的 VIC 客户，或者是这些知名的时尚编辑，或者是时尚人啊，或者是名媛们，他们可以真正enjoy 度假的感觉，毕竟这是一个度假系列，所以他就想说，其实有什么比让大家在邮轮上参加一个秀更具有度假的氛围？那当然，他最原始，他是真的想要弄一艘真正的邮轮出海去，但是因为其实，在邮轮上啊，要办一场秀的限制真的太多了，妹妹嘎嘎也真的太多了，所以最后他在取舍之下，他就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邮轮，放到了巴黎大皇宫里面去。我觉得他做细节做的真的非常好，大家看照片，他连那个海水的感觉都做出来了。然后更厉害是什么？不是只是外面的壳很像哦，里面也做得非常的精致。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面包含的接待处啦，或者是它的坝啦，然后或者是邮轮的内部啊，其实就是这些受到邀请的宾客在里面狂欢的样子，是不是真的就很像一个真正的邮轮？那当然，我觉得展现细节除了在秀场上之外呢，他在所有的小细节都很 care。所以呢，所有宾客收到这个 invitation 邀请函，就是一个船票，上面就写了 Chanel 的 Cruise 2019年。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精致。我觉得当年有幸参加这场秀的人，应该都是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当然呢，刚刚有提到嘛，就是 model 会在船上走秀，那他的走秀是从船上一直走到船体的旁边，都可以看得到 model 的走秀。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就是它的元素就充满了 Coco Chanel， 那这个也展现在开场秀 model 的穿着的身上。大家有没有觉得 model 身上的穿着跟 Coco 女士当年1920年代1930年代穿的衣服非常的类似？同样都是这种条纹衫，然后或者是这种中高腰的这种阔腿裤。是不是很像？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场秀呢，真的是老佛爷卡尔在跟 Coco 女士致敬的一场秀。那除了是致敬之外呢，其实为什么我一直说这场秀代表着 Chanel 的
传承，原因是因为它代表了过去就是对 Coco 女士的致敬嘛，现在就是卡尔他主导了这场秀，那未来是其实在谢幕的时候，他带了当时 Chanel 未来的接班人就是 Virginie， 他们是一起就是跟所有的观众们做谢幕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代表 Chanel 传承的一场秀。那这场秀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老佛爷卡尔他这最后一年，我必须要说这场秀里面的设计，不管衣服啦、配件啦、包包，真的就是火力全开，就是在这场秀上的包款嘛，我个人觉得可以分成一年出都没有问题，但它在一季里面通通都出来了。那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场秀里面一些经典的包含包包啊跟配件的部分，到底有多么的令人惊艳。照片里面，我觉得大概就是这场秀里面最知名的救生圈包包。老实说，我觉得卡尔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呢，因为我觉得正常应该是不会把救生圈变成一个包包吧。而且老实说，他弄完之后挺可爱的。这个包包呢有黑色、红色以及粉色，甚至后来还有出了蓝色系列。我特别喜欢这个红白款，而且其实我真心的觉得它还蛮适合作为收藏的。那第二个呢，大家比较看到的包包呢，其实是现在大家去Chanel 店里还可以看到的一个包包的款式，叫 Vanity Case， 就是小的行李箱。我们出国的时候都会带一些小的行李箱嘛，那他就把行李箱缩成迷你的尺寸，让你可以斜挎背在身上。那其实我觉得当年秀场上的这个颜色啊、配色也是极度的好看，而且极度的有海军风的感觉。那这个款式呢，大家如果喜欢，现在其实Chanel偶尔都还是会出这个款式的部分。那第三个呢，其实是既然讲到海军风嘛，那一定要有一些海洋的元素跟海洋的图案。那其实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到的是，它大量的使用这种蓝色系的，而且它是有那种海洋的那种图案跟元素在里面，放在它的不管是经典包款，或者是它的一个就像水桶包的部分，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一个部分。那第四个的包款呢，就是前面有讲嘛，这场秀的主轴是一个邮轮。我必须要说啊，这个邮轮啊，其实出现在它这次的衣服上面，也出现在它的各式各样的包包上面。那它包包放上去的呢，都是这种大型的，有一点可以拿来做过夜包的这种包款，或者是 tote 包的包款。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无所不处的一直看到这个邮轮的元素放在它的所有的配件身上。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Chanel 的 Boy 的款式。Boy 的款式大家过去看到的都是横式的包包嘛，这次他把他的横式的包包改成这种直立状的包包。我老实说，我不太喜欢这个直立状的形状，不过就是他做了一个变形就对，所以也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要给大家看呢，这一季算我自己个人非常偏好的一个包款是它的晚宴包，有没有很可爱很小巧？它就是一个就是圆形啦或椭圆形的一个包款，它是一个硬壳包包，然后上面呢其实有不同的颜色，然后有的是有图案的，那有的是没有图案的。那我个人当时在看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包包，我觉得这个包包就是超级可爱的。那其实除了包包之外呢，它在这一期的配件里面呢，我觉得帽子也非常值得看一下。大家可以看里面的帽子，我觉得有比较日常的这种比较像贝雷帽这种形式，比较日常一点，但是有那种非常浮夸的帽子，很适合就是大家去参加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啊，或者是真的就是那种度假，然后可能贵妇要就是跟别人争艳的时候用的帽子。接下来就是快乐的开箱时间。那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买的这只包是一个裸包。所谓的裸包就是没有什么防尘袋啊，然后防尘盒、盒子这些都没有，它就是干净的一只包包来。然后但我的这个包包呢，基本上它是有完整的就是雷射标签的。不过这个包我买的时候它也是没有包卡，所以它买的价格会比较低一些。但它的包框真的非常的好，大家猜猜看，我买的是刚刚介绍的哪一个包？好，我们赶快看。我其实很喜欢这个包，大家看一下，对，就是这个 La Pasa 的这个包包。大家知道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吗？这个啊，其实是Chanel 女士啊，她在法国蔚蓝海岸的一个别墅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这场秀呢，处处都可以看到 Coco Chanel 女士的影子，因为从邮轮的名字到包包上面的这个。包包上面的这个图案啊，其实都是这个别墅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酷，它这一面就是有这个图案嘛，那背面基本上是全黑的，没有图案。但大家如果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纹路的，它是一个 V 型的纹路。其实相较于Chanel 传统的这种菱格纹，我个人更喜欢这种有一点 V 型山形纹的样子，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们看一些细节，大家就想说没有 logo 对不对？其实它 logo 做的很细，在这边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logo。然后另外啊，它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很精致。这边这个扣环的地方，其实这两个扣环也是有双 C 的。然后另外这个包包，我觉得它做得很细致，因为这种椭圆形包包大家都很怕很难拉，它其实是双拉链的这种双开拉链的，所以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拉就是关开是很方便的。好，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哦。因为这个包包啊，我现在里面是有装东西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包包的容量长什么样子。我里面大概是装了8分满吧，给大家看一下开完的样子，是不是？你看，其实它是非常好开的。那我里面放的就是有一个就是熊猫的这个卫生纸的套子，然后里面有卫生纸，然后爱马仕的 Cobin 的卡夹，然后 Bastia 的一个零钱的包包，还有一大串的钥匙。然后还放了一个Chanel 的一个就是 No.5 的小香水，然后还有爱马仕的唇膏。其实是不是放很多？我觉得东西很多。然后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部分。这个包啊，我个人觉得还蛮值得，是它看起来虽然很小，但它其实容量还算多吧。就除了手机放不进去，多数的东西都放了进去。然后这个包在秀场上啊，其实 model 是有一个黑的跟一个白的。那黑色的部分呢，其实我有看过国外的就是部落客穿搭，其实搭牛仔裤啊，然后出一个外套，真的就非常好看。那我给大家背一下背起来的样子，大家看，它侧面就是背起来会是这样。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啊，你今天穿着是这种比较素色黑色的，你就可以背有字的这一面。那如果今天呢，你穿的是比较花俏的，就是那种有非常非常图案的衣服的话，你就可以背反面，就是黑色这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包有两面，其实是在搭配上来说是比较实用的。那其实除了这个黑款的之外呢，有另外一个白款的，在秀场上呢另外一个 model 也有拿了这个白款的。然后其实有一个中国的明星叫马思纯，他其实也背过这个白款的。那我觉得白款呢特别适合就是一些比较浅色的衣服，搭起来就会还蛮少女的，也给大家做参考。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要点赞跟订阅哦。